浑身的宝石都有用透明剑来还原，腰带给了2条，而且都挂满了全涂装的小道具。不得不说，以前的 HF 是真的良心啊！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一个 1.0 的钻石龙做怎么样吧。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今天我们来玩最丝滑的假面骑士。当你看到它的透明橱窗的时候，就明白这是一个通贩。对，没错。以前的时候呢，老素体的假面骑士，即便它是最终形态呢，也是通贩。这个呢是13年发售的，才3年8税钱。至于为什么正面橱窗啥都看不到呢？就是因为我买的这一个呢是没有上层系数盖的，所以说呢卖家就拿了一个黑色的板子挡在前面，防止零件乱跑。这种情况我的建议就是说，你可以残圈保线膜在上面，这样的话零件就不会跑了。我买的这一个二手的呢，只是缺系数盖而已，别的都是全的。可以看到呢，下层系数是一个飘起来的裙摆造型，然后呢就是替换的腰带，然后就是它的武器，还有替换剑以及5对替换手型。呀，这配置好良心呀！它和现在普通的 HF 假面骑士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裙摆是软胶材质的。不过呢，这么10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发黏。但是现在带裙摆的假面骑士呢，可是不会给你一个替换的造型裙摆的，只会给你这一个常态的。这一点就显得老 HF 是真的良心呀！我买的这一个呢，不到2张半就到手了。当然，这个价格呢，不只是缺一个上层系数盖这么简单。可以看到呢，它后面断了一个角，而且断键也不见了。只不过这正面呢是压根看不到这里断一块角的，所以说呢也就无所谓了，对吧？这样想还是挺值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效果，因为是老素体嘛，所以说呢它会显得脚大头小，而且呢腿很细。不过因为它身上的透明剑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嘛，所以说大家肯定会把视线从它比较丑的身形比例上转移过来。然后因为它有裙摆嘛，所以说就挡住了它腿部太细的问题，所以它整体的观感效果呢，并没有像其他的老 HF 一样显得太过于糟糕。虽然说钻石龙有大裙摆，但是呢它只有52克。它身上可以荧光的地方呢，就是浑身是有的蓝色透明剑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老 HF 不只是配件良心，主体呢也是做的特别良心的。你看它的浑身都是透明剑，就是说它的头呢是这些银色的框框之外呢，都是透明剑还原出来的，就连它这一个额外的宝石也是。而且头顶上的这个棱角的细节呢，还原的也是不错的。而除了头部之外呢，正面还可以看到它的胸部、腹部、2个肩胛，还有这个裙甲以及膝盖，还有这一个脚腕、手腕呢，也都是用的棱角分明的蓝色透明剑来还原出来的。而且透明剑里面呢还都有3份细节，不灵不灵的，很漂亮。最后呢，就是它的背部，可以看到就算是这么小一个菱形呢，也是可以用透明剑来还原出来的。只看主体的装甲的话，确实是良心到爆炸了。但是要是带上这些小道具看的话就不行了。可以看到呢，它是把侧面的这些都给你挂满了，只不过呢，它不是像真骨料一样是分件，因为它整个是一个软胶的零件嘛，所以说就会导致它这些呢都不是用的透明剑来还原出来的，并且它这些都是宝石做成的嘛，所以说本来就该是透明剑才对。和腰带侧面挂的戒指一样，同理，它这一个手上面的戒指是一样的情况。就是说不是分件嘛，是和手是一体的零件，所以说它是不可拆卸的。也就是说它每一只造型手上面呢都有一个完整的戒指，而且呢涂装都有还原出来。所以说受制于当时的 HF 设计理念呢，它只能是做成这么一个样子，你肯定不能和早期的真骨雕对比啊，是吧？如果说和 2.0 以后的 HF 比的话，你会发现以后的呢都是侧面不给你小道具了，而那些必须给的小道具的话，除了利维斯系列呢也没见过给你把那些银印做出来的。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也没什么可喷的。更何况呢，它也舍得给了你一个飘起来状态的替换腰带，可以看到呢也是一样的，啥都没有印刻，中间也是透明剑没问题，而且呢这些细节看的也是特别好的。造型手上的这一个手套缝合线的纹路做的也是不错，而且它还会给你还原一定的皮套褶子细节，鼓大包了。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这一个底衣呢，不只是单纯的磨砂黑，它还加了一点银色的涂装，让它更有那种皮套的质感。而且它装甲上的这些界面字呢也都有还原出来。虽然说它是老 HF， 但是它关节的外观呢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，而且它的可动幅度甚至能比现在的 HF 假面骑士还要好。当然了，老 HF 的问题也很多，除了前面提到的体型问题之外呢，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体型实在是太小了，可以看到和现在的 HF 比呢，真的不像是同一个系列的玩具啊，矮了这都一头了。然后就时间久了的氧化问题，每一款都没有办法避免。可以看到这个呢，就是肩甲上的这一个银色的条纹呢是氧化了，然后就是它的小臂装甲呢也是氧化了，然后就是它的腰带呢也是氧化了。而避免的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回盒喽。可以看到这一个替换的腰带，因为一直没有用过，在盒子里面放着嘛，所以说呢是一点都没有氧化的，比起这一个真的是新了不知道多少倍。而可动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老 HF 素体呢它是有一个脖子转轴的，所以说可以上拉一级增强可动。这个转轴设计呢和我们熟悉的亚克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说它可动呢是特别强的。胳膊的平台呢可以达到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根有拼转，胳膊的曲轴可以达到90度多一点，然后手腕关节呢比较灵活。胸部的前倾幅度比较一般，但后仰还可以。然后胯部的话，这一个胯部的设计是和哪一个 Below 的系列是差不多的，可以下拉。大腿里面呢是包裹了一个比较饱满的胯，
这样的话，它的特低幅度呢，因为受这一个三脉曲脉的干涉嘛，所以说幅度只能够达到150度多一点。而前期的话可以超过90度多一点，后期的话受曲脉的干涉，所以说不怎么有。大腿根可以平转，然后屈膝幅度的话可以达到150度左右。脚腕的话相对接地性比较一般，向外呢也只有一点点，脚尖没问题。然后在脚底板呢可以看到魔法阵有还原出来，只不过是没有涂装的。它是该有的吗？忘记了。这样一圈绑下来之后，我的感受就是说，它除了这一个腹部可动非常的松之外，其他地方呢都是非常紧实的。至于它这里为什么松也可以理解嘛，毕竟它要替换这一个裙摆还有这个腰带。如果说做的紧的话，就不好插拔了，还容易断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配件方面，全是手型呢有足足5对，每一只手上呢都有一只完整的戒指。可以看到呢，首先是2对不同的武器握持手，一对五指防冲手，然后就是一对这个是摸腰带的手，还有一对炮制手。然后就是替换的飘起来的裙摆以及腰带，这个之前看到了嘛，不做赘述了。不过呢，这2条腰带之间呢还有一个额外的玩法需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说它这一个腰带呢，除了替换之外，还要作为一个支架使用，就是说呢它是放置一个替换的面板的，就是说它这个腰带不是手是左右转动的嘛，它没有还原出来那个转动的机构，它是通过替换这个面板来实现的。最后呢，就是它的武器2个形态呢是通过插拔替换键来实现变形的，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辅模式。让换上这一个更长一些的剑身的话，就变成了剑模式。可以看到呢，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，这个涂装还有开模呢都是非常精致的。只不过呢，它这个红色的不是透明件，有些可惜了。它只有这么2处的蓝色呢是用透明件来还原出来的，而且和主体一样，也是带特别漂亮的闪水细节。而替换形态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就是单纯的插拔就可以了。不过我更喜欢把剑模式当辅之来拿，因为辅之本来更霸气嘛，然后剑身更长，这样加在一起的话就会显得更加的霸气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个假面骑士韦扎斗无限形态了。正如大家所见，老 SF 做的确实是良心，只不过很可惜，它的体型呢实在是太小了。如果接受不了的话，只能是等真武雕了，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才会出呢。